什么叫怕接触星际文明？备受没文化丢祖星的脸，所以安排了大乘期修士坐在轨道炮。你穿越了，但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你刚刚看见我方的星际战舰竟被对面的战舰一炮轰没了。但什么叫驾驶员摧毁了敌方所有战舰？时间回到1个月前，此刻刚穿越的你还在消化着记忆。然而，看着窗外战舰群，胸口的震撼很快被热血取代。星际远征，守护文明，驰骋星海，这不正是每个理工男最浪漫的终极幻想吗？可就在这时，电子音再次响起：新兵 C9527，请立刻前往装备处领取清风7型战甲及操作手册。你压下激动，快步走向装备大厅。巨大的金属大厅内，一排排泛着幽蓝光泽的战甲整齐陈列，近10米高的钢铁身躯充满未来科技感。你停在属于自己的战甲前，眼睛顿时亮了。清风7型，这外壳曲面，这装甲结构，这能源舱位置，太漂亮了！你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推测它的能源核心、传动系统和武器模块。这时，一名士官递来一块平板，这是操作手册，给你10分钟，搞明白启动流程。战场上反应越快越安全。你自信接过，10分钟足够？开玩笑，以前是精通多种编程语言，连复杂实验设备手册都能快速拆解，区战甲说明书还能难住你。你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点开平板，清风7型战甲启动与操作总纲，很好，标题很标准。然而下一秒，你的笑容僵住了。预想中的电路图、机械结构图、能量流逝意图全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巨大而清晰的人体经脉图。任督二脉，手太阴肺经，足阳明胃经。经脉图下方还有一行醒目文字：第一步，气沉丹田，引气入体，周天运转3圈后，将灵力注入战甲核心驱动阵法。你沉默了，你又划了一下，还是经脉图。你尝试重启平板，却在背面摸到一个由复杂纹路构成的微型图案。作为理工科出身，你一眼看出这图案不是电路板，而是某种类似巨灵阵的结构。轰！你的世界观当场震动。这是科幻世界，还是披着科幻外壳的玄幻世界？可偏偏还没等你理清思绪，一道魁梧身影走了过来。新兵，发什么呆？来人身穿暗金色作战服，肩章闪亮，正是你的队长王虎。他走到你身边，爽朗一笑：说明书这东西光看没用，得会悟。来，我给你演示一遍。说完，王虎来到一台清风7型战甲前，他没有按按钮，也没有连接线路。下一秒，他深吸一口气，双手在胸前结出一个复杂手印，即翁战甲背后的引擎猛然亮起，蓝色焰流喷射而出，整台战甲低沉轰鸣。你瞬间石化，声控不对，手势感应也不对。你盯着那蓝色焰流，脑中迅速带入热力学和流体力学模型。然而，更离谱的事情出现了，如此规模的等离子体喷射，周围空气竟没有明显热扰动，甚至你感受不到任何热量。这根本不是常规物理推进，更像是灵力外放。就在你三观摇摇欲坠时，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机械提示音：叮，检测到宿主认知框架剧烈波动，检测到低效灵能转化装置符合绑定条件，万物解析与灵能转移系统绑定成功。系统，你刚想研究这突然出现的金手指，刺耳警报声便响彻整座空间站。警告，检测到高能空间跃迁反应，虚空虫族先锋队已抵达开拓者号防御圈外，全体战斗人员立刻进入战斗岗位。王虎脸色骤变，刚才的轻松瞬间消失，他一把拉住还在发怔的人，直接冲向已经启动的战甲驾驶舱。没时间解释了，新兵上机，你被安排到副驾驶位，面前是一块布满奇异符文的辅助阵盘，王虎则坐上主驾驶，双手按在类似方向盘的法器上。然而还没等你适应驾驶舱环境，一道苍老却悠闲的声音忽然从通讯频道里传出：小王啊，先别急着起飞，今天主炮的炮管里怎么感觉有点漏风？你浑身一僵。等等，这声音好像是从主炮里传出来的。你猛地抬头看向内部监控屏，只见主炮内构分屏画面，一名须发皆白的清瘦老者正盘膝坐在炮管中央，他一手端着保温杯，另一只手慢悠悠检查管壁。你看得头皮发麻。王哥，主炮里为什么有人？王虎一边启动战甲，一边理所当然地说道：那是李老，咱们清风7型的主炮火控及能源核心系统。你愣住，火控系统？对。王虎点头，等会儿需要开炮，李老就在炮管里凝聚掌心雷，精准投送。你懂了，但你大受震撼，这哪里是星际战甲，这分明是会飞的修仙法器。更关键的是，下一秒你发现王虎的驾驶方式也不正常，他双脚踩在一个类似踏板的法器上，正以极高频率输出灵力。随着他的动作，一股股金色气流从体内涌出，顺着踏板灌入战甲驱动核心。仪表盘上灵力输出功率指针疯狂摆动。你彻底明白了，主炮是元婴前辈手动搓雷，引擎是金丹修士持续功能。所谓星际科技，背后竟是一群修仙者在辛苦成长。然而警报声再次响起，检测到3只撕裂者及虚空虫族高速逼近，预计30秒后接触。屏幕上3个巨大红点迅速靠近，你立刻在心中默念：系统扫描清风7型战甲。扫描开始。下一秒，你视网膜上浮现出战甲立体结构图，然而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色警报，检测到严重灵能逸散，能量传导效率17.3%，驱动阵法与战甲结构不兼容，灵力阻尼高达82.7%，火控系统人员处于连续高负荷状态，下一发掌心雷稳定性预计下降。综合评价：设计理念混杂，能源利用率极低的灵能转化装置。你嘴角一抽，这效率简直离谱。与此同时，王虎已经满头汗意，脚下动作明显变慢。通讯里，李老也传来轻咳声，你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强烈责任感，不能让战友再这样硬扛。你迅速寻找优化点，很快你锁定战甲关节。原来如此，这些机械关节不是辅助，反而在拖后腿。战甲动作根本不是靠机械传动，而是靠灵力强行驱动。那些精密关节与灵力流向冲突，每一次抬臂、转身、闪避都在浪费大量能量。系统很快给出方案，检测到关键结构缺陷，可将流体力学与杠杆原理进行灵能转移，生成顺水推舟符文。效果将关节阻力转化为辅助惯性，临时提升机动性。你眼睛一亮，就是它。可偏偏此时3只虫族已经逼近，为首目标释放出一道危险的腐蚀能量手，直指驾驶舱。王虎脸色一变，拼命输
输出灵力，战甲却只是笨拙横流，根本避不开。千钧一发之际，你双手按上辅助阵盘，王哥松开输出。王虎愣住，现在松开，相信我。你又看向通讯频道，李叔准备主炮，先别管准炮，全力输出，顺水推舟符文转移成功，临时接管机械控制权限。嗡，王虎只觉得脚下一轻，那股一直与他对抗的灵力阻力瞬间消失，战甲引擎焰流骤然减弱。然而预想中的失控并没有发生，失去强行灵力驱动后，清风七行反而像一名被精准计算过的运动员，顺着原本的平移惯性，右腿微屈，腰部轻转，庞大身躯划出一道完美弧线，刷斧时能量数几乎贴着驾驶舱边缘掠过，却没有命中，极限闪避。王虎瞪大眼睛，这是什么身法？你没解释，而是快速敲击阵盘，接收掌心雷灵力模型，再入弹道抛物线与螺旋加速算法，灵能转移开始。李老虽满心疑惑，但依旧选择相信你。去，一团白色雷火从主炮推出，原本它会像高能团块一样扩散，然而下一秒，炮管内壁符文微亮，无形力场瞬间包裹雷火，将其压缩、拉长、塑形，刺啦雷火化作高速旋转的螺旋光束。它没有直接攻击重组，而是精准击中3处虚空节点。嗡嗡嗡，空间泛起柔和涟漪，紧接着3个微型空间漩涡形成，将3只虫族目标卷入其中。目标以强制遣返至跃迁前做标点，物理隔离成功，兵不血刃，星空重新安静。王虎张着嘴，看着空无一物的屏幕，又看向你，半天说不出话。李老更是从炮管监控中探出身影，隔着舷窗看你的眼神都变了。你小子，刚才那是什么神通？你松开阵盘，长出一口气，报告前辈，我只是优化了一下能量传导路径，顺便对法术弹道做了一点小修正。危机解除后，战甲返回空间站，一路上王虎和李老都没怎么说话，只是不断看你。回到基地，李老不但没有责怪你临场改造，反而亲自倒了一杯养神茶递给你。好小子，有悟性，以后你就是我的专用弹道优化师。王虎也拍了拍你的肩，眼里满是认可。与此同时，在母舰指挥中心，一名肩扛将星的中年指挥官正盯着异常数据，眉头紧锁。查 C9527号战甲刚才的能量利用率为什么会瞬间飙升到 93.7%？ 我要知道原因。回到新兵宿舍，你躺在床上，脑海里却全是王虎疲惫的样子，还有李老连续值守的状态。你坐起身，暗暗下定决心，必须用科学改造这个低效系统，至少让大家不用再靠硬撑完成任务。于是你在心中下令，系统对开拓者号母舰进行深度扫描，生成完整能耗分析报告。指令收到，深度扫描开始。5分钟后，一份密密麻麻、长达上百页的报告弹出。你只看第一页，眼前就微微一黑。开拓者号母舰综合能耗报告，能源核心由3位渡劫期前辈与36位大成期前辈轮值功能的周天星斗核心阵列。当前问题：核心阵法老化，能量逸散率高达 99.1%， 其中 95% 的灵力被用于舰体流光特效、引擎尾焰拉长、剑桥动态星图等非必要视觉项目。3位渡劫前辈已连续高负荷值守1200，灵力储备低于警戒线。综合评价：一艘依靠前辈毅力维持运行、急需技术改造的宇宙航行器。你沉默良久，也就是说，这艘看起来威严宏伟的母舰，大部分能量都用来看起来很厉害。这已经不是单台战甲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能耗逻辑都出了问题。你深吸一口气，起身前往医疗部。医疗舱内，淡淡药草气息弥漫。王虎正躺在修复床上，身上贴着绿色符箓，温和木系灵力正在滋养经脉。见你进来，他还笑了一下。小苏，来看我恢复的怎么样？你坐到旁边。王哥，身体没事吧？老问题。王虎摆摆手，每次高强度出勤，金丹灵力消耗过大，经脉就需要休养，躺2天，喝点回春液就好。你环视4周，医疗舱里还有不少驾驶员，他们情况相似，都是高负荷输出后的疲惫状态。此刻，你心里的改造念头更坚定。离开医疗部后，你没有去休息，而是径直来到战甲维修舱。巨大的维修舱内 ，C9527号清风7型静静停放。你没有急着碰核心阵法，那太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的目光落在战甲外壳上，系统分析战甲高速飞行时的外部灵力损耗。分析中，结果生成战甲外壳符合基础空气动力学，但在灵力层面，高速飞行时会与宇宙尘埃、灵气粒子产生摩擦，形成 12% 的额外灵力阻力。你点头，不止内部传动浪费，外部飞行也在烧灵力。你从工具箱里拿起符文刻刀，将层流边界、湍流分离相关模型进行灵能转移，生成风阻导流阵，转移成功。下一秒，你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由无数流线组成的符文，它没有传统阵法的华丽对称，更像一份流体力学分析图。你手腕一动，在战甲小腿外甲上刻下第一道曲线，没有夸张光效，也没有玄奥波动，只有一道深浅恰到好处的物理刻痕。这时，隔壁机位一名战友走过来，好奇道：“小苏，你这是刻什么符文？怎么既不像2，也不像4项，看起来也不太对称？”你认真解释，这不是为了好看。高速气流经过这里时，这个区域能制造微小压强差，引导负面层平顺流动，减少湍流涡旋，从而降低阻力。对方听得一愣一愣，虽然听不懂，但感觉很厉害，高，实在是高。他说完，默默退开，生怕打扰你领悟秘法。然而，更让众人震惊的是，你不只刻了导流阵，还找来墨石，把战甲外壳上那些持续发光的辉光阵法全部刮掉。这些阵法除了让战甲在黑暗中看起来漂亮，没有实战作用，却持续消耗灵力。1个小时后，原本幽蓝炫目的清风7型变成了一台灰扑扑、毫不起眼的钢铁战甲。可偏偏你看着它，十分满意，低调、省能、实用。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不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C9527号战甲是谁负责维护？”你回头，一名身穿白色后勤主管服的中年人站在那里，身后还跟着几名记录员。报告主管，是我。后勤主管绕着战甲走了一圈，眉头越皱越紧。你私自改装战甲，还磨掉了代表第7空间站荣誉的辉光阵法。这台战甲现在毫无气势，开出去如何体现远征军形象？面对质问，你没有慌乱。报告主管，我是在做节能优化，它现在的外观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
少不必要灵力消耗。后勤主管冷声道：“为了节省一点零食，连军容都不要了。”你平静回答：“主管，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天实机测试，我愿立下保证，在完成同样机动任务的前提下，这台战甲能比标准型号节省1半以上灵力。1半。”后勤主管明显一怔，紧接着他盯着你：“年轻人，话不能说太满。”你点头，如果做不到，我接受后勤处分。后勤主管沉默片刻，最终冷声道：“好，明天全后勤部都看着，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节省1半灵力。”命令下达后，周围维修兵都投来担忧目光。然而，你只是继续检查导流阵，没有解释太多。第二天清晨，测试场集合完毕，可就在实机测试即将开始时，刺耳警报突然响彻整个空域。红色预警：贝塔7号扇区出现大规模空间扰动。伽马射线报半声陨石雨正高速接近测试场方向，所有单位立刻规避。测试场上空，宇宙背景被暗红色光芒覆盖，无数陨石裹挟高能射线，组成密集危险带，朝空间站外围逼近。指挥频道立刻下令，所有战甲开启金刚护体阵，原地防御。嗡嗡嗡，数十台清风七型同时撑开金色护罩，陨石撞上护罩，激起一圈圈能量涟漪。驾驶员们不断输出灵力，维持护盾稳定。这已经不是测试，而是突发灾害防御。可偏偏就在这片混乱中，一道微弱求救信号挤进公共频道：“求救！这里是民用运输舰晨曦号，我们的引擎在跃迁中故障，护盾即将失效，我们位于陨石雨边缘，请求救援。”频道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明白，在这种环境下冲进陨石雨风险极高。然而下一秒，一个平静声音响起：“我去！”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台被后勤主管质疑的灰色 C9527号战甲关闭了高耗能护体阵，引擎喷口亮起微弱蓝光。王虎在驾驶舱内急声道：“苏明，这太危险了，你看向他。”“王哥，相信我，用你平时1/3的力，保持匀速输出就行。”王虎看了看外面翻涌的陨石带，又看了看你镇定的神情，片刻后，他咬牙点头：“好，我信你。”下一秒 ，C9527号战甲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主动冲向陨石之海。后勤主管在指挥中心脸色一变，他竟然关闭护体阵。然而谁也没想到 ，C9527号刚接触到紊乱星际气流，外壳上那些被众人看作杂乱刻痕的导流阵，竟然亮起淡淡微光。那光芒不刺眼，却顺着气流流动，像水波一样贴着装甲表面划开。狂暴气流撞在其他战甲护盾上是沉重压力，可撞在 C9527号身上却被导流阵分解、引导，甚至转化成微弱助力。战甲没有硬抗，它顺势而行，左侧乱流涌来，它便向右滑行。前方陨石密集，它借助引力差划出弧线，迎面碎石逼近，它腰部轻转，贴着安全间隙穿过。整台战甲就像在瀑布中逆流而上的鱿鱼，总能找到最省力、最稳定的路径。驾驶舱内，王虎彻底愣住，他脚下踏板轻得不可思议，仿佛只是在热身。他低头看向仪表盘，灵力输出功率28%，战甲速度3200千米每小时。王虎不敢置信，过去他全力输出，速度也很难稳定突破1000，现在只用不到30%力，速度却提升数倍。这就是你说的压强差和湍流。你盯着前方，冷静道：“简单理解，就是不和风暴硬拼，而是借他的力走。”短短数分钟 ，C9527号已经抵达晨曦号旁边，运输舰舰长焦急汇报：“引擎完全卡死，我们无法移动。常规救援方式是使用隔空牵引阵形成灵力光束，然而在陨石雨中使用那种高耗能方式，风险太大。”你果断道：“王哥，发射实体牵引索，搜一条金属缆绳，精准射出，牢牢锁住晨曦号舰体。”王虎皱眉：“它太重了，这能拉动吗？”“能。”你再辅助阵盘上一点。只见牵引索上一个个微型符文接连亮起，组成小型省力结构，4两拨千斤阵法启动。你简短解释：“滑轮组省力。”王虎虽然没完全听懂，但这次毫不犹豫，他将灵力输出提升到40%。下一秒，在晨曦号全体人员不敢置信的注视下，庞大的运输舰被缓缓拉离危险轨道。战甲没有硬转，而是顺着陨石雨间隙，借助惯性、引力差和导流阵，把运输舰一点点带出风暴边缘。10分钟后，灰扑扑的 C9527号战甲牵引着晨曦号安全返回测试场，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那台外表朴素却几乎没有明显损耗的战甲，再看看自己那些因硬抗冲击而灵光暗淡、能量告急的战甲，心中都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短暂沉默后，不知是谁率先鼓掌，啪！紧接着掌声越来越密，最终欢呼声响彻基地。晨曦号上的获救人员隔着舷窗向 C9527号方向郑重致谢，而在母舰指挥中心，后勤主管却没有第一时间庆祝，他死死盯着监控屏幕上那条近乎完美的能量消耗曲线，双手都在发颤。片刻后，他猛地转身冲向红色加密通讯器，那是他过去从未敢轻易触碰的 S 级线路。然而此刻他没有犹豫，他按下按钮，接通联盟最高统帅部 S 级加密线路。通讯接通的瞬间，后勤主管声音激动到发紧：“报告，开拓者号空间站发现疑似足以颠覆现有灵能体系的岛。”灰扑扑的 C9527号战甲刚一落地，测试场四周先是安静了一瞬，紧接着雷鸣般的掌声便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你刚从驾驶舱跳下，后勤主管便第一个冲到面前，脸上早没了之前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是掩不住的激动。苏明，跟我来！母舰最高指挥官镇海神将点名要见你。你还没来得及多说，便被直接带去了母舰剑桥。和你想象中不同，这里并不华丽，反而极其克制。巨大的舷窗外是整片沉静星海，窗前站着一名玄袍老者，气息深沉如渊，正是开拓者号最高指挥官化神期修士段宏。他转过身，先是打量你片刻，随后温和开口：“年轻人，你在陨石雨中施展的身法轻灵顺势，几乎不耗蛮力，那是什么道法？可是失传已久的空间步伐。”剑桥内其余将领也全都看着你，显然他们和段宏的判断差不多。然而你却平静摇头：“报告神将，那不是道法，那是什么？”段宏问。你走到战术推演光幕前，抬手一划，下一秒，光幕上出现了一张简化的机翼截面图。
旁边还跟着几条流动曲线。一群修仙高层当场看愣了，没有阵纹，没有符图，没有手诀，只有一堆他们完全没见过的线条。你指着图形开始解释，这是流体力学，物体在流体中高速运动时，不同位置的流速会产生差异，进而形成压强差。只要外壳结构设计的足够合理，就能让阻力转化成助力。我做的不过是重新设计了战甲表面的受力路径，让它不再和风暴硬碰硬，而是顺着气流走。你讲得很认真，可偏偏下面那群金丹元婴级将领却越听越茫然。我努力是谁？压强差又是什么法门？顺着气流走，莫非是借天地势？一群人听不懂，却又觉得很有道理。更关键的是，段宏却听懂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他死死盯着那几条曲线，神色由疑惑变成震动，最后竟缓缓闭上眼。下一秒，一股玄妙道韵从他周身升起，原本卡了许久的境界壁垒，竟隐隐出现了松动。大道至简，原来并非只有逆势而上，还有顺势而行。与其耗尽力量去顶，不如先看清力量本身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他在睁眼时，看你的目光已经完全不同。苏明，你这物理之道当真不简单。你嘴角微微一抽，你只是讲了个基础力学，结果这位化神神将直接从里面悟出了新思路。与此同时，系统提示也在你脑海响起。丁，已成功向高阶修行者传播宇宙基础规律，科学大道影响力得到初步确立。奖励：群体灵能共振算法。算法说明可将多个独立灵力源通过特定频率同步，使其达成相长叠加，在低损耗状态下形成稳定集体输出。你心头一动，这奖励来得刚好。然而，可就在剑桥氛围刚有所缓和时，尖锐刺耳的红色警报突然响彻整艘母舰。警告：检测到超规格空间扰动，前方发现大型虫族母巢级目标，高腐蚀性能量风暴正在生成。主屏幕骤然切换，远方星空中一道巨大裂隙被强行撑开，一尊堪比小型天体的虫族母巢缓缓浮现，它表面无数孔洞同时张开，紧接着大片墨绿色腐蚀性能量潮便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直奔开拓者号而来。段宏面色一沉，立刻下令启动周天星斗主防御大阵，最高功率。结果下一秒，通讯官脸色煞白的回头报告神将，主防御阵眼无法启动，核心阵列长期维持舰体流光特效，能量模块过载，主阵响应失败。一句话，整座剑桥都安静了。那被你昨晚报告里点名批评过的面子工程，竟在最关键的时刻反噬了整艘母舰。更糟的是，战情分析员很快又给出新结论：风暴冲击主路径锁定完成，目标区域新兵生活区，那里驻扎着大批刚入伍的新兵，其中很多人连正式战甲都没分到。一旦被那片能量风暴正面覆盖，后果不堪设想。剑桥众人瞬间陷入混乱，有人提议强行重启大阵，有人提议由高阶修士联手撑盾，可偏偏时间根本不够。而就在所有人都在抢时间时，你却冷静地盯住了战术图。新兵生活区旁边就是战甲训练舱群，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几乎瞬间在你脑中成型。你没有冲向战场，而是直接转身，快步来到剑桥广播控制台前，让开。你接过全舰广播权限，声音沉稳而清晰地传遍母舰每一个角落。所有新兵听令，这不是演习，立刻进入离你最近的战甲训练舱，登录个人终端，接入 C9527号临时作战网络。重复一遍，立刻接入临时作战网络。广播一出，新兵区先是一阵混乱，然而紧接着便有人认出了你的编号，是 C9527，就是刚才救下陈曦号的那位。听他的，快进去！求生本能加上你刚建立起来的声望，迅速压住了恐慌。大批新兵开始冲进训练舱，按照指令接入终端。段宏盯着你，几乎是立刻下令开放权限，母舰全部训练终端底层接口全部交给苏明，权限授予中，群体灵能共振算法加载完成，正在将13700个训练终端虚拟化为分布式阵列节点。临时作战网络守护者01构建成功。与此同时，所有新兵面前的训练界面齐齐变化，复杂参数消失，繁琐图标消失，每个人眼前都只剩下一个不断闪烁的光点，以及一句最简单的提示：请将灵力集中于指尖，跟随光点节奏轻触屏幕。有人发愣，就这样，没有法诀，没有阵图，通讯频道里很快传来你的声音：别犹豫，照做。于是数万名还处于练气阶段的新兵几乎同时伸出手指，按照节奏将自身灵力一点点输送进终端。如果放在平时，这么多杂乱灵力一起汇入系统，结果大概率只有一个互相冲突，整体崩溃。然而这一次不一样，在系统算法加持下，每一丝微弱灵力都被你精确排序、同步并联，它们没有碰撞，没有浪费，也没有失控，就像1万多条细小溪流被无比精密的渠道引导，最终汇入同一座水库。下一秒，就在那片腐蚀性能量风暴即将覆盖生活区的前一瞬，整艘母舰上方猛然亮起一道金色屏障，那不是传统球形护罩，而是一面由无数完美六边形拼接而成的巨大蜂巢状光幕，没有夸张光效，没有花哨纹路，只有极其纯粹、极其稳定的秩序感。紧接着，能量风暴轰然落下，墨绿色洪流拍击在金色六边形光幕上，原本足以撕裂护盾的冲击被六边形结构瞬间拆分，传导均摊到整张屏障的每一个节点之上，整面光幕只泛起极轻微的涟漪，随后便恢复平稳，没有失控，没有崩塌。更关键的是，这道防御不是由一位老祖撑起的，也不是靠昂贵主阵强推出来的，而是由数万名最普通的新兵一起完成的。剑桥之上，一众将领彻底看呆，那名先前还质疑你这样会灵力互撞的元婴将领，盯着能量传导模型，久久说不出话。段宏也沉默了很久，最终他看着那面安静却坚固的六边形光幕，只说了一句：原来力量还能这样用。片刻后，虫族母巢似乎也察觉到正面突破无果，缓缓收敛能量潮，重新退回空间裂口深处。危机解除，光幕散去，整片新兵区死寂几秒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挡住了，我们真的挡住了！刚才那糊涂
盾，是我们一起撑起来的。与此同时，数光年外一艘潜伏在陨石阴影中的异星侦测舰也完整记录下了这一幕。舰内情报官盯着六边形护盾投影，声音都变了调：警报！警报！目标人类文明疑似掌握超维能量场技术，其结构无法解析，防御等级无法估算，立即向母星上报。人类文明的技术体系远超预期，而你这边还来不及松口气，就已经被段宏亲自拉住手腕。从现在起，你就是开拓者号首席技术顾问。一句话落下，你身份终端上的权限区瞬间大面积解锁，大片原本封闭的 SSS 级区域正式向你开放。你还没消化完，王虎已经冲了过来，满脸兴奋。苏顾问，你这次真是把全舰都救明白了。李老爷挤上前来，塞给你一堆凝神丹、培元液，生怕你刚才精神消耗过大。然而，你没有去参加后续庆祝，也没有享受新身份带来的便利，因为你心里始终挂着那份报告。你知道，开拓者号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外敌，而是内部那套低效又沉重的旧系统。于是，你拿着新权限，独自走向母舰核心区。你原本还对 SSS 级机密区域抱着一丝期待，反物质核心、大型聚变矩阵，或者更玄幻一点，某种超高阶自动灵能装置。结果，当乾坤炉那扇厚重金属门缓缓开启时，一股混杂着汗水与药草味的热浪先扑了出来。你脚步一顿，下一秒，眼前的景象彻底打碎了你的最后一丝幻想。巨大的动力舱里，没有你想象中的先进核心，取而代之的是200个巨型金属滚轮，每一个滚轮之中都有一名年轻弟子在持续奔跑。他们不是在修炼，不是在训练，而是在给整艘母舰提供日常动力。滚轮转动，带动简陋传动装置，再将一点点灵力送入上方管道，支撑照明、温控、重力等基础系统。你沉默了很久，才转头问一旁的管事：“这里一直都是这样？”管事叹了口气：“是，老祖们负责战略威慑和主阵，不能轻易抽身。母舰日常消耗太大，只能靠这些新兵轮值支撑。他们3班倒，每班8个时辰，空出来的时间主要用来恢复，真正能留给修炼的时间少得可怜。”你看着那些明明有灵根，却只能在滚轮里消耗时间和体力的年轻人，心里忽然堵得厉害。那份报告里冰冷的百分比，在这一刻全都变得具体了起来，不是抽象的数字，是这些人的青春和精力。这时，管事为了表示尊重，还主动建议苏顾问，若是以后出行，我可以安排专门代步和随行弟子，保证体面。你直接摇头，不用了，从今天起，这里也不需要再靠人力滚轮维持运转。说完，你转身就走，没有再多解释。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方案。回到熟悉的 C9527 维修舱后，你立刻唤醒系统，扫描乾坤炉结构，建立完整模型，分析完成。当前人力功能模式转化效率 0.3， 结论：极原始低效率功能方案。你深吸一口气，又继续下令分析母舰外壳与宇宙尘埃、星光粒子、灵气流摩擦产生的能量逸散情况。分析完成，若关闭流光特效阵列，并将外壳改造为极能结构，理论上可回收能量足以承担母舰80%的日常能耗。果然，问题不在没有能量，而在不会用。你很快铺开金属板和图纸，把前世学过的机械原理、齿轮传动、风能转化、变速结构全部从脑海里翻了出来，再一点点和这个世界的符文体系进行匹配。夜越来越深，可偏偏你越画越清醒。就在这时，舱门被轻轻推开，李老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灵菇汤走了进来。小苏，先喝了，再忙也得顾着身体。你接过热汤一饮而尽，随后拿起桌上一个由废金属拼出来的小模型。李老，你来的正好，我给你看个东西。你拨动模型上的大圆片，紧接着与之咬合的小圆片立刻高速旋转起来。李老一愣，这是什么法器？不是法器，是齿轮组。你指着模型解释，大轮带小轮可以提升速度，小轮带大轮可以换取更大的力，本质上它能重新分配力量和输出方式。李老虽然不懂传动比这种词，却能明显感觉到微弱灵力经过几段机械咬合之后，输出状态竟发生了极其巧妙的变化。他眼神瞬间变了，这东西能把灵力用得更顺。对，但现在卡着一个问题。你指了指轴承位置，一旦真正高速运转，摩擦和热量会快速堆积，普通油脂在灵力环境里根本撑不住，必须找到稳定润滑材料。李老听完，先是一怔，紧接着一拍手，有。他翻手取出一个寒气四溢的小玉瓶，3族冰蝉咸液，本身就适合高温灵力环境，用来保养法器最稳妥。你眼睛顿时亮了，物理结构有了，修仙材料也有了，最后一块短板被李老当场补齐。于是这一夜，你和李老彻底扎进了维修舱，你负责结构、比例、咬合逻辑，李老负责材料、阵纹、灵力适配，两个完全不同体系的头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联手。直到天边微亮，一台半人高、结构精密的新机器终于安静立在你们面前。它核心由数十个齿轮咬合组成，外壳透明，可直接观察内部运行。关键节点加了微型聚灵阵，轴承区域则全覆盖3族冰蝉咸液，半自动灵力增幅循环系统01号机正式完成。你和李老几乎没休息，扛着机器就直奔乾坤炉。管事一见你来，还有些紧张。苏顾问，这就要上机了。对，把空出的那个滚轮位拆掉，换这个。他还在迟疑，结果下一秒，段宏的声音已经通过通讯器传来，照做。这下谁也不敢拖延，就滚轮很快被拆走。01号机正式接入能量回路，周围那些轮班结束的年轻弟子全都围了过来，既紧张又期待。你没用什么珍贵灵石，只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枚最普通的下品灵石，轻轻卡进卡槽，卡槽闭合。下一秒，机器内部最小的齿轮率先开始转动，随后带动第2个、第3个、第4个，整台系统像一座被唤醒的精密时钟，开始稳定运转。没有巨大的噪音，只有清脆、稳定、富有韵律的机械咬合声。控制台前，代表输出的能量柱开始飞快攀升。
攀升，10、30、50、80，最后几乎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直接顶到了最高刻度。一枚下品灵石，一台机器，输出功率直接压过过去10名炼器弟子一整天的轮值总和。乾坤炉内先是一静，紧接着压抑太久的惊喜瞬间炸开，成了，真的成了！以后是不是不用再轮滚轮了？然而，可就在欢呼刚起的一刹那，整艘母舰突然再次拉响红色警报，警告！3号能源储备阵列能量输入过载，阵法结构接近满意阈值。所有人都懵了，谁也没想到，开拓者号第一次遇到的能源危机，竟然不是不够，而是太多。剑桥上，阵法师们急得脸都白了，切断也不行，不切断也不行，这阵列太老了，突然吃不下这么高的输出。可偏偏这时候，你反而最冷静，你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不是机器错了，而是旧系统太落后，承受不了新效率。你立刻让李老卸开外壳，自己则伸手拨动几处关键齿比节点，快速调低了中段输出峰值，又重新分配了脉冲频率。咔咔咔，几声轻响之后，机器转速平稳回落。与此同时，剑桥上的警报值也迅速下降，最终能量输入稳定停在90%最优平衡区，警报消失，全舰长出一口气。而段宏也在第一时间拍板，即刻复制生产，用最快速度将乾坤炉内所有旧滚轮全部替换成灵力增幅循环系统。另外，从现在开始，苏顾问拥有母舰全部非战略级能源系统最高调度权限。短短半天，乾坤炉彻底改头换面，200个高强度人力滚轮被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200台崭新的循环系统。曾经被困在轮值里的年轻弟子站在空地中央，一时间竟有些茫然，因为他们第一次突然拥有了空出来的时间。这时，你在李老和管事陪同下走上临时高台，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各位，从今天起，旧轮值制度取消。下方一片安静。开拓者号后勤动力部全面实行8小时工作制，设备看管采用轮班制，但每人每天只需值守8小时，剩下的时间用来修炼、学习、休息，或者去做你们真正想做的事。你停顿一下，又补了一句：每7天安排双休。这一下，下方终于绷不住了。有人先是愣着，紧接着眼圈一下红了；有人干脆蹲在原地，用力抹了把脸；也有人抬头望着那一排安静运转的新机器，半天没回过神来，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只是被动维持系统，他们重新拥有了修炼时间，也重新拥有了往前走的机会。下班钟声第一次准时响起，那些换上干净道袍的年轻弟子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倒头休息，而是自发整齐站在通道两侧，向你郑重行礼。谢谢苏顾问，声音不大，却格外整齐。自那天起，你在母舰上多了一个私下流传的称号——基地之友。路过生活区时，总有人悄悄往你手里塞一颗自己舍不得吃的灵果。维修舱门口，也不知是谁挂上了技术改变生活的小牌子。更关键的是，1周之后，段宏收到了一份新的数据报告，原本被高强度轮值拖住进度的200名年轻弟子中，已有30多人突破了原本长期停滞的修行瓶颈。休息、学习、修炼时间恢复之后，整艘母舰底层战力竟开始稳定增长。段宏站在舰桥前，看着这一串数据，忍不住感叹：苏明带来的不只是一项技术，他让这艘一直靠意志硬撑的战舰重新有了活力。开拓者号上下一片欣欣向荣，庆祝晚宴也很快排上日程。然而，宇宙从不会因为某个文明刚喘口气就主动停下脚步。就在母舰各部门都沉浸在改革初见成效的喜悦中时，数个天文单位外的深空监控站突然捕捉到了一组极其异常的信号。那不是虫族的能量嘶鸣，也不是自然星爆，而是一段完美、稳定、毫无情绪波动的电磁广播。下一秒，这段明码讯息直接通过通用宇宙语协议送达剑桥，冰冷声音同时响在所有高层脑海里。检测到未知高能反应，判定为非自然结构，将于3分钟后对该结构进行底层逻辑扫描。底层逻辑扫描，仅仅这6个字就让整个剑桥气温仿佛骤降了几度。段宏立刻下令召开最高级紧急会议。密室中，他没有再绕弯子，而是直接调出最高机密文件。我们的主脑是伪装，真正维持核心系统的，并不是机械意义上的计算架构，而是3位前辈以神识长期维系的人工主控体系。机械族不同于虫族，他们攻击的不是装甲，不是护盾，而是技术逻辑本身。如果他们扫描之后发现我们所谓的超级主脑根本没有标准底层代码，而是另一套修行体系的强行替代，那么整个联盟对外维持的科技伪装就会被直接看穿。一句话落下，所有人都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是一场普通侦查，这是一次文明层级的验证。王虎第一时间提议，那就上护盾挡住他们的探测，你却直接摇头，挡不住。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种扫描不是普通能量术，而是更接近底层规则观测。它不需要击穿我们，它只需要看见我们是怎么运作的。任何灵力护盾在它面前都只能挡表面，挡不住结构信息。会议室沉默下来，段宏盯着你，那还有办法吗？你点头，有，而且只有一个。他们既然要看逻辑，那我们就给他逻辑。在他扫描外部信息阵列的瞬间，往数据交互层里主动灌入一段极其复杂又足以自洽的底层代码。只要骗过这次扫描，我们的伪装就还能保住。问题一提出，整个会议室却更安静了。一群修仙大佬彼此对视，眼神一个比一个真诚，也一个比一个空白。代码是正文的另一种写法吗？需要临摹吗？老夫字不错，若只是图形，我或许还能试试。你按了按眉心，这已经不是知识代沟了，这是知识断层。段宏咬牙，还是决定做最后尝试，去请3号能源警轮值前辈，请他用最强神识换阵，先把外部阵列伪装起来，能拖1秒是1秒。然而谁也没想到，通讯官很快便脸色惨白地冲了回来。神将，不好了！3号警周前辈刚刚必死关了。他说昨天服了凝神丹和培元液后，灵感忽然通透，正在冲击关键感悟阶段，现在根本叫不醒。会议室里最后一点备用方案也瞬间落空，倒计时开始跳动，3分钟，转眼只剩几十秒。机械族那道纯白色扫描光束已经在远方成型，正在缓缓锁定开拓者号。有人沉默，有人紧张，有人额头见汗，却谁也想不出第二条路。可偏偏这时候，你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你看着那群活了上千年却拿代码毫无办法的高层，轻轻吐出一口气，随后迈步走向主控阵盘。指挥官，让我试试。段宏看
看着你。短暂沉默后，重重点头，给他权限。权限开放中，主控阵盘外部信息交互层，临时写入许可已授予。你将个人终端通过转接法器接入主控阵盘，系统同步启动。万物解析与灵能转移系统已就绪。你眼前一个只属于你的虚拟光幕缓缓展开，倒计时最后几秒，机械族扫描光束已经逼近母舰外层信息界面，而你只是抬起手，在那片虚拟键盘上平静地敲下了一行前世程序员几乎都认识的代码，然后按下了回车。你按下回车的瞬间，剑桥内安静的几乎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那道代表机械族扫描的纯白光束，精准触碰到开拓者号外层护盾，然而没有能量碰撞，也没有阵法轰鸣，一切无声无息。所有人都以为下一秒母舰伪装会被彻底看穿，3位维持主控体系的前辈也会暴露在机械族视野中，可偏偏什么都没有发生。不对，不是挡住了。段宏神将盯着主控阵盘，瞳孔微缩，在他的灵力感知中，就在扫描光束接触母舰的一瞬间，整艘开拓者号外壳上数以亿计的符文节点被同时点亮。那些符文并非传统防御阵，也不像任何已知幻阵，它们生涩古怪，却又遵循一种极其严密的规则，瞬间交织成一片覆盖全舰的超级逻辑迷阵。首席阵法师失声道：“瞬发，覆盖全舰，这等阵法造诣，至少要渡劫7神时才能做到。”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到你身上，而你只是接了个人终端，敲下了一行代码。与此同时，剑桥外那艘几何结构近乎完美的机械族探测器也正在解析你主动投喂过去的数据，读取目标底层逻辑。第一行 Wild True 机械 AI 短暂停顿，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循环。按照常规协议，它本该被判定为无效数据。然而下一秒，后续庞大的信息流接连涌入 ，if else go to 递归调用嵌套判断。在 AI 视角里，它仿佛进入一座无穷镜面迷宫，每一个判断都是岔路，每一次跳转都通向新的入口。可偏偏所有路径最后又被强行拉回原点。它存在的意义是解析，可眼前这段逻辑它解析不完。警告：遭遇逻辑悖论，提升算力，强制解析。剑桥内，众人屏息盯着外部画面，1秒、2秒、10秒，谁也没想到，那艘原本稳定悬浮的机械探测器竟忽然轻轻一颤，紧接着它开始围绕中轴缓慢旋转，1圈、2圈，越来越快。王虎看得目瞪口呆，他这是在干什么？李老喃喃道：“像是运转失衡了。”你没有说话，只是额角渗出细汗。果然，下一秒，探测器表面几处缝隙亮起过热警示光，内部冷却系统连续喷出白色雾气。随后，它的旋转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彻底停摆，静静漂浮在太空中。表面所有光点同时熄灭，系统宕机，整个剑桥若真可闻。段宏神将缓缓转头看向，半晌才艰难开口：“苏顾问，你刚才……”可他还没问完，王虎已经兴奋地一拍大腿：“神将，那东西不动了，我去把它捞回来。”段宏从震惊中回神，点头道：“去吧，注意安全。你适时补充，他主动防御和能源系统应该都已经停摆，用电磁捕捞网就行。”众人神情顿时更加恍惚，那可是机械族高等探测器，结果现在被你说的像一件太空漂浮。不久后，外部画面传回，王虎驾驶金色战甲，熟练张开电磁捕捞网，轻轻松松将那艘探测器兜了回来。危机就这样以一种荒诞又安静的方式解除。然而，众人还没来得及庆祝，一名通讯官便快步冲进剑桥：“神将，截获了！”那台探测器彻底停摆前，向母星发送了一道加密信息。段宏立刻道：“投放出来。”光幕亮起，一行通用宇宙语浮现在剑桥中央，警告：目标文明疑似掌握不可名状之因果律级防御机制，逻辑崩塌。一瞬间，剑桥再次安静，所有人看你的眼神都变了，有庆幸，有茫然，更有一种面对未知力量的敬畏。王虎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问：“苏顾问，所以那东西是被你用因果给处理了？”这个问题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你无奈摇头：“不，没那么悬。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只会认真执行命令的修士。”众人一愣，你继续解释：“我没有攻击他，只是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比如让他从一开始数不要停，然后他就真的一直数下去，2、3、4，全部心神都用在这件事上，自然没空做别的。”你指了指画面里的探测器，这就是逻辑过载。剑桥又安静了几秒，紧接着不知是谁先笑了一声，下一秒，压抑已久的气氛彻底松开，众人纷纷笑了起来。王虎拍着腿道：“就这，让他一直数。”首席阵法师却越听越激动：“不，这不简单，这分明是无形迷阵，让对方陷入无限循环，直至运转停摆。苏顾问，我愿称之为无限循环阵。”你嘴角一抽，这明明只是程序入门里的死循环，然而在这群修仙大佬眼中，它已经成了足以震动文明的高阶阵法。很快，王虎将探测器拖入剑桥，那菱形造物外壳完美，线条冷冽，内部结构更是精密到超出众人想象。有将领提议直接拆开研究，你连忙制止：“别硬拆，先找维护接口。”你蹲下身，用工具在外壳边缘小心摸索，咔嗒一声，一块外壳平滑移开，露出内部已经过热损坏的线路。你取出清洁灵液和小刷子，开始小心清理。段宏等人看得一怔，在他们眼中这是战利品，可在你眼中，它更像是一件值得修复和学习的技术造物。然而，可就在这时，探测器内部一处备用能源模块忽然亮起幽蓝光芒，紧接着一道光束从顶端投射而出，在剑桥中央凝聚成一张巨大的机械脸庞。那张脸由无数银色几何体构成，完美对称，没有任何表情。机械族最高主脑，剑桥气氛瞬间紧绷，所有人下意识运转灵力，准备应对突发情况。然而，谁也没想到，那张机械脸庞开口后，传出的不是威胁，而是极其恭敬的电子音：“尊敬的，掌握逻辑根源的智慧文明，我们为先前的冒犯性探测行为表示诚挚歉意，我们请求进行和平对话。”整个剑桥再次陷入沉默，打上门来，被一段循环逻辑弄到系统停摆，现在却主动道歉。段宏看向你，郑重道：“苏明，全联盟现在只有你可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你上。”你心中无奈，却只能走到主控台前，对外交流频道接通。你正准备先说一句你好，可偏偏对方抢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尊敬的智者，请问贵方文明是如何突破熵增定律，实现能量在封闭系统内的有序循环？”熵增定律这
4个字一出，段宏等人全都看向你，他们听不懂，但能听出这问题很高级。你的后背却瞬间冒出冷汗，因为你当然知道，熵增定律是宇宙基础规律之一，孤立系统趋向无序，这是热力学第2定律。怎么回答？直接说不知道。刚建立的高等文明形象会当场崩塌。可要正经科普，对面是机械族主脑，身后是一群连代码都当阵法看的修仙大佬。就在你大脑飞速运转时，你忽然看见王虎体内不断循环的灵力，下一秒，一个荒唐却绝妙的念头跳了出来：为什么要用科学回答？你可以用修仙体系重新解释科学。于是你深吸一口气，平静开口：你所说的熵增，在我们文明中被称作灵气逸散。段宏等人眼神瞬间亮了。对啊，灵气会逸散，所以才需要聚灵阵。苏顾问果然什么都懂。机械主脑的数据流也开始高速闪动，名词匹配，熵增等于灵气逸散。对方已将该宇宙规律纳入自身理论体系。你继续道，解决方式很简单，我们文明每一个体从修行初期开始，都会在体内构建一个微缩能量核心，我们称之为丹田。机械主脑眼中数据流骤然加快，丹田等于微缩稳定能量核心。你继续一本正经的解释，通过周天功法这一套引导程序，能量会在丹田与经脉网络中不断循环，经脉负责传导，丹田负责储存与调节，因此我们个体层面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有序能量流。剑桥后方，首席阵法师激动的差点拍案。丹田为炉，经脉为阵，周天运转。苏顾问一语道破天机啊！机械主脑也迅速完成自我推演。周天功法等于无损内循环引导程序，经脉网络等于高效率能量传输系统。结论：该文明疑似掌握单兵化可再生能量循环技术。电子音中的恭敬更深了几分，是否可以进行外部展示？你转头看向王虎，王将军，展示一下你们的单兵高能等离子输出。王虎愣了一下，但看懂了你的眼神。好嘞，他走到剑桥中央，掌心灵力汇聚，下一秒，一团稳定燃烧的火球浮现在掌中，将周围照得一片橘红。在修仙者看来，这只是普通火球术，可在机械主脑眼中，它瞬间被解析成了另一套模型，检测到高能等离子体、能量源、生命体内部直接转化，外部功能无。结论：展示验证通过。那张机械脸庞沉默了许久，最终他以近乎郑重的语气开口：尊敬的，掌握逻辑根源与能量本源的文明，机械族院线上距34至距77号，共44个超稀有矿物星系永久开采权，请求贵方授权那段足以影响逻辑宇宙的防御代码。此言一出，整个剑桥都懵了。44个矿物星系，就为了换你那句 Wow True？ 所有人看你的眼神顿时变得紧张，这要是随便答应，感觉亏到宇宙边缘。然而你却淡淡一笑，那并非武器，只是我们文明孩童用于锻炼思维逻辑的启蒙代码。王虎脚下一滑，差点没控制住手里的火球。首席阵法师喃喃道：启蒙代码，我们连看都看不懂，人家只是启蒙。你没理会身后的震动，而是将 Wow True 代码和一个由清新咒转移来的自检小程序一并打包发送过去。代码可以给你们研究，但它存在循环缺陷，容易导致处理器过载。附赠这个自检程序，可以帮助你们定期校正逻辑运行状态。收到因果律源代码，收到配套逻辑保护协议。机械主脑全息影像猛地一颤，该文明将高阶知识无偿分享，判断极高智慧，极高善意。下一秒，机械主脑的声音第一次出现明显波动。机械族在此签署泛银河系互不侵犯及友好互助条约。从此刻起，人类文明将成为机械族勇士盟友与导师。一道由数据流组成的金色契约凭空浮现，清晰烙印着双方文明名称。通讯随后切断，巨大机械脸庞消散，只留下金光闪闪的和平条约。你长长吐出一口气，这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段宏神将走上前，难以置信地看着条约：我们和机械族结盟了。王虎直接冲过来，一把将你举起。苏顾问，全人类的英雄！剑桥内欢呼声瞬间爆发。然而就在段宏准备通告全舰庆祝时，刺耳警报忽然再次响起。通讯官脸色煞白地冲来：神将，联盟总部加急密电，为了庆祝我们与机械族结盟，彰显人类文明底蕴，总部命令开拓者号下周接待金族星际使团，并为他们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宇宙大阅兵。欢呼戛然而止，王虎却眼睛一亮：阅兵，好事啊，扬我国威。段宏看完密电，脸色却沉了下来。金族极度崇尚秩序之美与高等科技造物，简单说，他们实力强，眼光挑剔，还极其注重视觉秩序。总部要求这次阅兵必须展现出人类处于宇宙科技巅峰的绝对牌面。绝对牌面4个字落下，所有人再次看向你。段宏走到你面前，郑重拍住你的肩：苏顾问，这场阅兵总导演非你莫属。可偏偏王虎第一个不服：神将，阅兵讲的是气势，是霸气。苏顾问搞技术当然厉害，但他懂什么叫牌面吗？说完，王虎一挥手，用灵力拖出一台金色战甲模型。那战甲本身造型还算威猛，然而肩甲上粘着7彩荧光石，胸口投放着9龙千星全息特效，背后还装着会喷彩雾的伪技法器。王虎满脸骄傲：苏总导，你看这光效够不够亮？这伪技够不够炫？你看着那台像从星际舞台剧里跑出来的战甲，痛苦的捂住额头，这不是高科技审美，这是宇宙极光污染。你深吸一口气，看向段宏：神将，我需要绝对指挥权。段宏毫不犹豫：给你。好，你立刻下令，全体都有，召开阅兵审美纠偏紧急会议。1小时后，战略会议室，你站在光幕前，投放出前世科幻电影和游戏 CG 中的经典画面，冷色调星际舰队，简洁的几何战舰，统一的能量引擎，秩序严整的太空方阵。你指着画面解释：真正的高等科技美学不在于多，而在于简，不是五颜六色的光效堆砌，而是统一的冷色调光影，不是复杂装饰，而是极致几何线条，这才叫大道至简。王虎挠头，可这看着不够热闹啊。你反问：如果成千上万台战甲组成完美几何矩阵，每一个动作整齐划一，每一次光芒闪烁都像同一个整体，那种压迫感不比乱七八糟的特效更强。王虎想象了一下，顿时不说话了。首席阵法师一拍手：我懂了，苏总导要的不是个体之勇，而是阵列之势，以阵法之道行阅兵之事。你点头。所以第一步，没收所有私自加装的非制式发光法器、全息投影和彩雾伪技。王虎当场急了：全拆？那我战甲不就光秃秃了？你
你调出灵力波动模拟图，这些装饰灵力属性杂乱，单独看没问题，可一旦上百台战甲密集列阵，高速机动就会互相干扰，形成灵力乱流，轻则阵型不稳，重则核心过载。紧急停机，一听核心过载，众人瞬间安静，段宏当场拍板，全部上缴，统一封存。审美障碍清除后，你正式开始设计阅兵方案。你用系统将脑海中的科幻构想转移为可执行阵法，以100人队为基础方阵，利用战甲护盾微调折射率，形成统一光学效果。所有战甲组成3维矩阵，通过精确灵力输出完成几何变换，每个人的输出时间要精确到毫秒。指令下发到所有参阅士兵预检中。王虎等人看着上面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的功率、坐标和持续时间，全都傻眼了。这哪里是阅兵，这简直是在宇宙里绣花。距离金族使团抵达只剩3天，第一次全副武装彩排很快开始。新港演练场中，上百台拆去花哨装饰的战甲整齐列队，引擎低沉轰鸣。你站在总控台前，按下通讯器，各单位注意，矩阵变换第1阶段，立方体构型，现在开始。然而话音刚落，方阵中一台战甲引擎突然发出刺耳尖啸，下一秒，它不受控制的斜向窜出，带乱了整个队形。停止！段宏的命令传遍全场，战甲被牵引回地面。驾驶员脸色发白的解释：不是我不执行。阵型变换时，旁边战友的灵力像一堵热墙挤过来，我的灵力根本送不出去，全堵在核心里了。另一名将领也道：我是谁属性功法？旁边却是赤阳弓，灵力一靠近，我这边就紊乱。一时间抱怨声四起。王虎走到你身边，小声道：苏总导，你这方案是不是太精细了？弟兄们打仗习惯硬冲，这么细的灵力控制确实不适应。段宏没有说话，但眼神也带着担忧。然而你却平静点头。王将军说的对。众人一愣，你走到总控台前，调出刚才的灵力流向图。这是我的问题，我只考虑了统一指令，却忽略了每个人功法属性不同。这句话一出，原本有些不满的将领们反而安静下来。你指着光幕继续道：换个说法，你们不要把这个方阵看成100个士兵，要把它看成一块由100个节点组成的超级复合阵盘。王虎皱眉，节点，对，你指向红色光点，我属性修饰是增幅节点，负责能量输出；又指向蓝色光点，水属性修饰是稳压与冷却节点，负责平衡整体能量；土属性负责结构稳定，金属性负责能量锐化，木属性负责攻击与过渡。首席阵法师眼睛越来越亮，也就是说要按5行相生排列。不止，你摇头，5行相生类似串联，可有时候我们需要顺势强输出，就要属性相近者并联，木火并联作为动力单元，水系串联做冷却，土系构筑稳定框架，金系作为精准输出末端。你一边说，一边重新排列光幕上的节点。系统开始分析每一名参阅士兵的灵力属性、峰值功率和功法特性。不到10分钟，新版阵型图生成。与此同时，每个人的预检都收到了一份更详细的独立指令。王虎，战甲编号007，火属性天阳，坐标 X34Y78Z12待命。指令下达后3.15秒，以73.4%功率输出灵力，接收006号木属性节点能量，增幅18%，于1.2秒内传输至015号土属性节点。众人看得头皮发麻，这已经不是阅兵指令，更像精确到毫秒的炼器配方。沉默片刻后，王虎第一个站出来：弟兄们，再信苏总导一次，再来！上百台战甲再次升空，按照新版阵型重新列队。这一次，演练场安静的出奇。你站在总控台前，深吸一口气，矩阵变换第1阶段，立方体构型，现在开始。话音落下，上百台战甲引擎轰鸣声竟在瞬间合二为一，变成一道低沉、稳定、统一的频率。嗡！紧接着，战甲群开始移动，没有冲突，没有紊乱，每一台战甲都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完成位置变化。王虎在驾驶舱内清晰感觉到，左侧木属性灵力温和传来，与自己的火属性灵力完美交融，在被它增幅后顺畅送往下一节点。整个方阵像一台被启动的巨型机械，一个散发冷光的标准立方体，在宇宙演练场中缓缓成型，稳如磐石。指挥中心先是死寂，随后雷鸣般的喝彩声轰然响起。段宏喃喃道：成功了。然而你脸上没有太多喜悦，你看着屏幕上那个完美立方体，平静开口：机械结构稳定测试通过。紧接着你目光落到控制台上一排全新的虚拟按钮上，现在开始第2阶段测试。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你的手指缓缓伸向其中一个标记着光影矩阵总开关的按钮。阅兵的精髓可不只是队形整齐，你轻声说道。下一秒你按了下去。你按下光影矩阵总开关的瞬间，整个演练场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没有预想中的耀眼爆闪，也没有五颜六色的灵力特效。然而下一秒，一声更加纯粹、更加和谐的引擎共鸣在新港上空缓缓响起。嗡！上百台战甲表面，那些原本朴素的金属外壳悄然亮起一层冰蓝色辉光，那光并不刺眼，反而内敛冷静，像是从金属深处缓慢渗出。它顺着战甲的几何线条流动，勾勒出每一处装甲结构。远远看去，仿佛每一台战甲都被一层量子薄膜包裹。王虎原本还有些失望，这是不是太素了点？然而话音刚落，他的眼睛就猛地瞪圆了。只见宇宙中那由上百台战甲组成的巨大立方体忽然开始无声解构，每一台战甲都像一个被精密控制的光点，按照毫厘不差的轨迹移动、拉伸、旋转、重组。紧接着，一个巨大而完美的双螺旋结构出现在漆黑星空中，冰蓝色光流在2条悬臂上交错追逐，仿佛宇宙最深处的生命密码被当场具象化在众人眼前。可偏偏这还不是结束，下一秒，双螺旋再次流动融合，化为一个首尾相连、扭曲循环的莫比乌斯环，光芒沿着环带永无止境的奔涌，带着一种无限循环的秩序
绪美感，让所有观看者都不由自主屏住呼吸。与此同时，你又调动主控阵盘，启动临时写入的小程序，那是你借用海市蜃楼幻术原理改造出的3维星图投影。于是，蓝色光影矩阵背后，一片浩瀚星河缓缓铺开，无数星点流动，立体星图旋转，而战甲矩阵的每一次变换，都像是在星河中起舞，冷峻、神秘、宏大，不可侵犯。这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一种源自极致秩序与高等科技美学的压迫感。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牌面。指挥中心里，段宏神将猛地站起，一连说了3个好，这才是我人类文明该有的样子。首席阵法师更是激动的眼睛发亮，大道至简，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大道至简。众多将领也被彻底镇住，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强大，并不一定是金光万丈、龙影盘旋，真正高级的强大是统一、克制、精密，是一种掌控一切却不必刻意张扬的从容。彩排结束后，所有战甲缓缓降落，每一名驾驶员都收到了刚才的全息回放。王虎看着画面中自己驾驶的战甲，作为宏大矩阵中的一个光点，随着整体阵列行云流水般变化，胸口忽然涌上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他在想起自己之前粘在战甲上的七彩荧光石和彩雾吻迹，脸色顿时有些发热。原来真正的牌面不是越亮越好，而是站在整体之中，成为秩序的一部分。段宏神将的声音随即通过广播响彻全舰，全舰进入最后准备阶段，以最高规格迎接金族星际使团。是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传遍新港。3日后，开拓者号悬浮在预定会面星域，所有参阅战甲组成巨大的圆形守护阵列，冰蓝色光晕在宇宙中缓缓呼吸，庄严而肃穆。远方空间泛起涟漪，紧接着一艘庞大到超乎想象的晶体母舰无声跃迁而出，它通体由纯净晶体构成，外形宛如被切割雕琢了亿万年的巨大钻石，每一个切面都反射恒星光芒，璀璨却冰冷。在牵引光束引导下，金族使团进入开拓者号对接港，为首者高近3米，通体由半透明金色晶体构成，没有五官，只有人形轮廓，周身散发着一种天生高位文明的审视感。段宏神将带着一众高层等在红毯尽头，脸上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微笑。金族使者先是扫过众人，又抬头看了一眼舷窗外的蓝色矩阵，他的意识通过翻译法器传入众人脑海。贵方武力展示，尚可，具有原始而稳定的秩序感。段宏笑容微微一僵，尚可。然而还没等他说出准备好的欢迎词，金族使者便继续道：不过武力只是文明表象，金族更看重非战争状态下的内部秩序与科技底蕴。正式会谈前，请允许我们先参观贵方战舰的生态循环维生系统。话音落下，整个对接港瞬间安静。生态循环维生系统，段宏神将脸上的笑容几乎僵住，王虎更是满脸茫然。他们修仙者早就能辟谷，平时吸收灵气就能维持状态，飞船上连标准厨房都没有，哪来的生态循环维生系统？更关键的是，金族使者已经再次开口，一个无法在封闭环境中维持内部能量与物质循环的文明，本质上仍不够成熟。若贵方缺失此类系统，我们将重新评估此次访问等级。这句话说得很平静，可偏偏所有人都听懂了其中的分量。开局就要穿帮，段宏额角微微渗出冷汗，正准备硬着头皮解释，然而可就在这时，你平静地从他身后走了出来。使者阁下，稍安勿躁，生态循环维生系统在我族属于高级生物工程机密，为了避免外部信息素污染内部基因样本库，对外开放前必须先进行5分钟的伽马射线交叉式无菌化处理。金族使者身体上的光芒微微闪烁，无菌化处理，合理安全协议，我们可以等候。你保持微笑，又对侍从官道：为贵客奉上母星特产乌道茶。金族使者直接拒绝，金族只吸收光能，你笑容不变，是在下疏忽。那么我亲自去监督无菌化流程。话音刚落，你转身一把抓住还在发愣的王虎，同时对段宏、李老等人使了个眼色。神将李老，流程需要多元灵力校准，诸位也请一起。不等众人反应，你已经拉着王虎冲出对接港。王虎一边跟着跑，一边满头雾水。苏顾问，咱们去哪儿？别问，问就是来不及。你打开个人终端，调出开拓者号内部结构图，一个红色标记在最底层角落疯狂闪烁。目标7号仓库区甲3储藏室，现在开始100米冲刺。几分钟后，甲3储藏室大门被推开，然而映入众人眼前的并不是战备物资，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灵芝园。一株株形态各异的植物被种在废弃法宝外壳改造的花盆里，有的像大萝卜，却散发莹莹白光；有的形似兰草，叶片上流动着火焰纹路。角落里还有一根碧绿藤蔓攀附在墙壁上，叶片晶莹如玉。李老老脸微红，尴尬轻咳。这个星际航行时间长，老夫闲着也是闲着，就随便种了点东西，怡情养性。王虎瞪大眼睛，您管这叫随便种点？你却眼睛一亮，这不是灵芝园，这是救命稻草。下一秒，你迅速分配任务。王将军，把格林罩全拆出来。李老，找空白玉简、朱砂笔记录法器。神将，帮我把照明阵法调成实验室冷白光。众人虽然完全不懂，但已经习惯听你指挥。很快，一个个透明格林罩被扣在灵芝外面，白色床单临时改成科研长袍。放大镜法器、玉简、记录笔摆满桌面。你拿起朱砂笔，在一株雪白人参状灵芝罩子上写下高能生物质浓缩存储单元，编号真相001。王虎凑过来看，嘴角一抽，这不是李老的100年雪参吗？你淡定道，从现在起，它是生物智能转化矩阵核心样本。5分钟转瞬即逝，金族使团在段宏引导下来到甲3储藏室门前，金属大门缓缓划开，柔和白光笼罩着整片空间，一排排透明格林罩整齐摆放，每个罩子下面都封存着一株形态奇特的植物，罩子上还写着金族使者看不懂却明显很专业的编号。几名临时换上白袍的修士正拿着放大镜法器和玉简，严肃记录数据。金族使者停在门口，沉默片刻，这就是贵方文明的基因样本库。你微笑点头，指向那株雪参。使者阁下眼前所见，是我族生态循环系统核心之一，生物智能转化矩阵。比如这一株，内部代号真相001，它能在极端能量匮乏环境下，通过根须吸收虚空中的游离暗能量，再转化为可供碳基生命直接吸收的高纯度生物智能。段宏等人
听得眼角微抽，这不就是李老那株宝贝血参吗？可偏偏金族使者认真了，他转向另一株叶片带火焰纹路的灵草。根据基础生物学，植物应吸收光能，为何该样本持续释放热能与光能？王虎心头一紧，这是烈火草，天生带火气，炼丹辅料，这怎么解释？然而你不仅没慌，反而露出赞许表情。问得好，这正是我族生物科技突破之一。它并非普通植物，而是光合作用逆向应用体，代号 Ignis 007。我们通过性状筛选，使其在吸收能量后，能将多余能量以稳定热光形式释放。在部分极夜殖民环境中，这类植物可提供基础供暖与照明，是生态循环的重要节点。这番话听得李老都愣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种的烈火草，忽然觉得这玩意儿好像确实不一般。紧接着，他福至心灵，拿起放大镜法器，开始对着旁边蘑菇装模作样记录。菌伞开合角度正常，孢子活性73.4%，符合预期。王虎差点给他竖大拇指。金族使者身上的光芒微微闪动，语气终于缓和下来。以生物手段实现环境改造，贵方科技术确实独特。以趁热打铁，又指向天花板上缓慢旋转的聚灵阵通风口，这是分子级空气净化与灵能负极系统，它能过滤微尘与有害粒子，同时负极对生命有益的以太能量，在均匀散布到战舰内部。金族使者微微抬头，感受着那股温和灵能流，态度明显转为好奇。贵方如何进行物种基因测序与性状优选？你心中暗笑，这不就问到专业对口的地方了？在我族体系中，这叫血脉溯源与道体甄别。于是你用修仙界的血脉传承理论，套上基因测序外壳，解释的金族使者体表光芒接连闪烁，交流氛围逐渐融洽。然而谁也没想到，真正的意外发生在灵芝园最深处，那里没有隔灵罩，一株通体碧绿如玉的藤蔓静静攀附在墙壁上，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正是李老最珍视的万年青灵藤。金族使者靠近3米范围的瞬间，那株青灵藤忽然无风自动，散出一圈柔和绿光。下一秒，金族使者高大的水晶身躯猛地一震，警告：能量回路冲突，发生非控共鸣，断续意识传入众人脑海。紧接着，使者身体表面亮起大片红色警示光斑，原本金色晶体开始剧烈闪烁，能量波动明显失衡。2名金族护卫立刻进入保护姿态，手臂弹出水晶防御刃，挡在使者身前。请解释当前状况。外交气氛瞬间冻结，王虎等人本能向前一步，灵力运转。然而你立刻低喝：都别动！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动作一顿。你快步走到金族使者身边，蹲下身，个人终端光幕瞬间展开，扫描目标生命体结构：硅基晶格，能量核心，高频光能共振。警告：检测到高强度能量冲突，目标体内存在大量不兼容游离辐射粒子，与核心能量回路发生恶性共鸣。类比分析：修仙文明走火入魔现象，相似度92.7%。你心中了然，这些金族长期航行宇宙，体内积累了驳杂辐射粒子，平时还勉强稳定，可偏偏万年青灵藤的纯净生命能量一冲，直接引发了能量回路失衡，护卫的意识波动带着交集。这是进化衰变症，是我族延续数万年的基因难题，一旦发作，极难逆转。李老连忙取出丹药。苏顾问：我这里有固本培元的丹。你抬手拦住，没用，它是硅基生命，能量循环体系和我们完全不同，普通丹药对它可能没有效果，甚至会加剧冲突。你看向那株青灵藤，又扫过系统方案、解决方案，目标体内辐射杂质偏金火驳杂混合，万年青灵藤释放的纯净木属性生命能量可用于中和疏导。你立刻问李老，这片园子底下是不是布了以木回春阵？李老点头，品阶不低，能把灵气转为最纯的木属性能量，开到最大。李老一惊，这会让灵值能量压力过高，现在没时间了。你转头看向段宏，神将，请您亲自操控阵眼，将能量导向使者所在位置。段宏没有犹豫，身形一闪，按下墙角阵眼，嗡，整个储藏室地面符文亮起，磅礴木属性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化作一道绿色能量旋流，直冲天花板。然而你眉头一皱，不行，太冲了，这样只会让能量冲突更剧烈。你迅速接入阵法部分控制权，启动灵能流体力学辅助模块，建立风压模型，计算能量疏导最优路径。下一秒，那道狂暴绿色旋流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瞬间瓦解，化作亿万个柔和绿色光点，它们像萤火虫一样盘旋在空中，没有强烈冲击，只有温和而稳定的生命气息。你抬手一点，去，漫天绿色光点化为一阵轻柔微风，缓缓吹向金族使者。没有能量碰撞，没有剧烈爆发，那些绿光像细密羽丝，轻轻融入水晶躯体。奇迹发生了，使者身上的红色光斑迅速暗淡消退，剧烈闪烁也逐渐平稳。2名金族护卫放下防御刃，完全看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温和却又如此精准的生物能量疏导。段宏、王虎、李老等人也屏住呼吸。时间一点点过去，随着最后一缕绿色光点融入体内，金族使者身上所有红色光斑彻底消失。王虎刚要松口气，然而下一秒，金族使者身体猛地一僵，随后像失去支撑般向后倒去。砰！他躺在地面，所有光芒尽数收敛，变得像一块普通黄色水晶，再无动静，全场死寂。李老声音微颤：苏顾问，他是不是？王虎心头一沉，2名金族护卫也再次进入保护状态。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地上的金族使者身体忽然一震，紧接着他胸口位置亮起一点极致璀璨的金色光芒，那光像出生恒星，由内而外照亮了整具晶体身躯。一声悠长的能量呼吸直接在众人精神层面响起，金族使者缓缓站了起来。此刻他原本纯净的金色水晶身躯比先前更加通透，每一道晶格都清晰可见，能量在其中顺畅流动，形成近乎完美的循环。他的意识波动第一次带上激动，这种感觉，能量没有杂质，没有阻碍，这难道就是先祖记载中的完美晶体状态？下一秒，他猛地抬头，我的精化衰变症痊愈了，彻底痊愈了。2名金族护卫同时俯身行最高礼，意识波动满是震撼与感激，这是奇迹，感谢贵方文明的救助。紧接着，金族使者走到你面前，右拳轻触胸口，向你深深致礼。苏明阁下，您的仁慈与智慧，如同指引迷航者的星辰，您不仅救了我，更给金族带来了希望。你依旧保持着程序
序员修好 bug 后的平静微笑。不必客气，主要是你们体质特殊，刚好与我们的引物回春能量场产生了正向共鸣，算是凑巧。金族使者明显被凑巧2个字镇住，在他看来，能解决金族数万年难题的技术，被你说成凑巧，这分明是高等文明的谦逊。于是他转向断红神将，语气前所未有郑重。为表达金族谢意，也为巩固双方友谊，我以金族轮值主席使者身份宣布，金族将无偿赠予人类文明联盟位于仙女座贝塔7星区的3座极富矿星系。同时，金族愿与人类联盟结为最高等级血脉盟约，世代友好，互助共进。风整个指挥频道瞬间炸开，3座极富矿星系，那可是能开采星辰金、虚空金等战略资源的宝地。更关键的是，金族竟然主动提出最高等级盟约。断红神将站在原地，激动的半晌说不出话。王虎则看着你，满脸写着苏姑问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后续会谈顺利的不可思议。金族使团在观看正式光影矩阵阅兵后，更是对人类文明的秩序之美与艺术造诣给予最高评价。他们离开前，还多次邀请你有空前往金族母星，指导他们的生物工程建设。开拓者号一片欢腾，联盟最高指挥部当场决定授予你人类守护者勋章，并准备提拔你为联盟科学院首席院长。然而你拒绝了，勋章我收下，谢谢各位前辈厚爱。至于职位，就算了，我还是当顾问比较自由。断红神将大手一挥，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尽管说。你想了想，笑道：如果真要奖励，就给所有参与开拓者号项目的底层修士和技术人员带薪年假再加7天吧。大家这阵子都辛苦了。指挥中心安静了一瞬，随后所有高层看你的眼神都多了几分真切的敬佩。母舰恢复了平静，然而气氛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王虎在宿舍里哼着小曲，就着灵气花生米，喝着珍藏多年的猴酒，觉得今天的酒格外香。李老则舒舒服服躺在主炮维护舱里抛灵气流，他那株万年青灵藤如今被金族赠送的生命原液滋养，长势比过去更好。公共广场上，年轻弟子们正在快乐切磋，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骄傲与自信。而你没有去参加庆功宴，你独自站在巨大的战甲格纳库里，看着舷窗外浩瀚星海，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笑意。你没有毁天灭地的野心，也不想当什么救世主，你只是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活得轻松一点、体面一点，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与温暖，就挺好。你伸手摸了摸面前冰冷的战甲外壳，个人终端光幕浮现，只有你自己能看见。恭喜宿主完美化解星际外交危机，促成星际和平，奖励文明贡献点10万点，检测到宿主以德服人，治病救人行为符合正能量科学系统核心价值观。新模块解锁中，你正准备看看新模块是什么，然而下一秒，整个系统界面猛地变成耀眼金色，一行从未见过、带着神圣气息的文字缓缓浮现：警告，检测到来自高维宇宙的飞升求救信号，信号源未知修仙宇宙地球，是否接通？你脸上的笑容缓缓凝固，你苦笑一声，喃喃自语：看来我这程序员的加班之路才刚刚开始啊。